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太阳系的疆域，还把太阳的情况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今天和下期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太阳的四围，那些大行星。不过我要事先声明，这两期节目并不包括火星。之所以不在这两期节目里讲火星，是因为作为人类可能殖民的目的地，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介绍火星。好，还是依照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让我们先从水星开始。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天体，它的公转周期只有88天，也就是说，水星上的一年只有88个地球日。水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是在太阳系内所有大行星的轨道当中偏心率最大的。它离太阳最近的时候，距离仅有 0.3 个 AU， 而最远的时候却有 0.46 个 AU。 而且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还和黄道平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平面，大约有7度的夹角。这个夹角也是所有的大行星中最大的。在大行星的分类上，水星属于类地行星，也就是主要由岩石等固体物质形成的行星。水星的平均半径是2440公里，还没有木星最大的卫星木卫3和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6大，但它的平均密度却要比木卫3和土卫6高很多。这主要是由于水星内部有一个巨大的铁质的内核，在构成水星的物质中，大约有 70% 是金属，剩下的是硅酸盐，这些都是高密度的物质。这使得水星的平均密度在整个太阳系仅次于地球，居于第2位。而如果不是因为水星的质量太小，自身的引力压缩影响小的话，水星的平均密度将是全太阳系最高的。由于离太阳很近，水星没有大气，科学家们认为早期的水星可能存在过大气，但这些大气很快就被强大的太阳风给吹跑了。水星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水星是唯一一颗和太阳轨道共振的行星。水星绕太阳公转2圈，会自转3圈，这就造成一个水星日大约相当于2个水星年。但正是因为形成了轨道共振，水星才没有被太阳潮汐锁定。所谓潮汐锁定，就是指一个较小的天体在绕较大的天体运转的时候，它的自转速度会慢慢的变慢，最终变得和公转速度一样。这时较小的天体的一面就将永远面向那个较大的天体，而另一面则永远背对较大的天体。就比如月球就被地球潮汐锁定了，我们就只能看到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水星离太阳这么近，却没有被潮汐锁定，这主要都归功于轨道共振。正是因为没有被潮汐锁定，水星上是有昼夜之分的。在白天，水星上处于日照区域的赤道地区，它的温度可能达到432度，而到了夜晚，背向太阳的区域则非常寒冷，可以到零下172度以下。在水星背阳的两极地区，终年的温度都在零下172度以下。由于恶劣的环境，到目前为止，人类仅发射了3个水星探测器，其中第3个探测器贝皮克伦坡号还在前往水星的路上，预计要到2025年才能进入水星的轨道。极端的昼夜温差加上强烈的太阳风，这使得生物根本无法在水星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也无法使用任何现在已知的理论对水星的条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适应生存。甚至就是仪器设备，在水星的自然条件下也难以长期的工作，所以水星并不适合作为殖民的目的地。介绍完了水星，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金星。金星是离太阳第2近的大行星，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 0.72 个 AU， 轨道位于水星轨道和地球轨道之间。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大约是225个地球日，大概相当于 0.62 个地球年。金星的自转非常有趣，首先它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大行星，金星是顺时针方向自转的，
也就是自东向西转，太阳打西边升起来，这句话本来是一句俏皮话，用来形容某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在金星上却是千真万确的。另外，金星的自转速度非常慢，它自转一周需要243个地球日，换句话说，在金星上真的是度日如年。金星是天空中除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这主要得益于足够的体积和与地球非常近的距离。金星在中国的古代也称为太白、明星或者大枭，在西方，金星的名称则来自罗马神话中的女神 Venus。 由于在直径、质量等方面和地球相似，金星也被称为地球的孪生姐妹。既然都是孪生姐妹了，金星当然也属于类地行星。它的平均半径是6051公里，这大概相当于地球半径的 95%。 它的质量大概相当于地球的 82%。 金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大约相当于地球的 90%， 逃逸速度大约相当于地球的 93%。 这些数据都和地球非常接近。另外，金星在组成和密度上也和地球十分相似，这些也是人们把金星称为地球的孪生姐妹的主要原因。在人类向金星发射探测器之前，有的天文学家认为金星的化学和物理状况和地球类似，在金星上发现生命的可能性要比火星上大。然而，自从1961年开始，人们开始向金星发射探测器，它们包括飞掠器、撞击器、软着陆器和探测气球，其中仅软着陆器就发射了10个。这些探测器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有关金星的信息，也使我们认识到金星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恶劣。金星拥有浓密的大气，它的表面气压是地球表面气压的92倍，这相当于直接把我们送到了900米深的水下。在金星的大气中， 96.5% 是二氧化碳，其余是氮气和少量的二氧化硫。由于离太阳很近，浓密的大气层再加上大气中主要是温室气体，这使得金星的表面温度非常高，超过了470摄氏度，这甚至超过了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表面的最高温度。同时，金星表面还有剧烈的火山活动，这些火山经常喷发，大量的二氧化硫随着火山喷发进入空中，然后又在空中形成降雨。高浓度的二氧化硫使得金星的降雨几乎等于是在下硫酸。不过由于高温，这些降雨在距离金星表面25公里的高处就会被蒸发，所以金星的表面依然十分干燥。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终于认识到，金星并不适合做人类的殖民地。金星和水星都没有天然卫星，从处于第3轨道的地球开始，太阳系的大行星们都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卫星。地球有1个天然卫星，火星有2个，天王星和海王星已经发现的卫星数量就有10几或者是几十颗，已知木星的卫星数量超过了95颗，而土星卫星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了100颗，而且木星、土星的某些卫星的体积甚至比水星还要大。所以虽然天文学家在外星殖民目的地的选项中划除了金星和水星，但那些体积巨大的卫星却填补了进来。关于这些，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向大家逐一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跳过火星，向大家介绍木星，这颗内太阳系最后的大行星。木星是太阳系内除太阳以外最大的天体，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半径的 10%， 质量是太阳的1000分之一，但是木星的质量却是其他7颗大行星质量之和的 2.5 倍。在所有大行星中，它的轨道在大行星中离太阳第5远，它的轨道也是内太阳系和外太阳系的分界线。木星的公转周期大概是12年，这就与地支相同。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古代，木星被称为岁星，而在西方，木星被称为 Jupiter， 也就是众神之王。木星是一个巨大的气体行星，
没有可以确定的固体表面，在组成它的主要成分中，大约有 71% 是氢， 24% 是氦， 5% 是其他元素。大家还记得《流浪地球》中的桥段吗？主人公为了拯救地球，想出了点燃木星中的氢的办法。不知道这一个桥段引得多少人心潮澎湃。然而现实是，主人公根本不可能引爆木星大气中的氢。中学的化学知识就告诉我们，燃烧是一种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想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就必须得有氧化剂和还原剂。木星大气中固然有超量的氢可以做还原剂来使用，但氧化剂从哪儿来呢？应该说，流浪地球的科学顾问在这里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技术错误，它让我感觉整个故事就会变得非常可笑。另一部让木星出名的电影就应该是《阿凡达》了。在电影中，潘多拉星球的母星就是一颗像木星那样的巨型气体行星。大家注意到屏幕上潘多拉母星那块巨大的斑块了吗？和木星的大红斑何其相似。目前人们已经发现了95颗木星的卫星，其中最大的是木卫3盖尼米德。木卫3是被科学家们认为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外星殖民地的星球之一，所以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专门针对木卫3做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在下期节目里，我会向大家介绍外太阳系的3大行星，也就是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它们的卫星。在那里会不会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殖民地的星球呢？咱们下期节目见分享。最后，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